各位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老家一路的第10节课眼手拱拳。这一节课呢，很多同学会问说，老师，这不是还有一个斜行搂膝奥步呢吗？咱会在这一节课当中跟大家把这个过渡动作去强调一遍，后面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咱们先接上式来做奥步接眼手拱拳，好不好？来，注意看这个位置，我们做完最后一个奥步以后，这时右手在身前中线，左手在左胯间，右膝前左膝后。它这个地方运用的方式呢，和咱们像是奥步当中上右步的要求是一样的。看，还是坐胯摆脚，在坐胯摆脚，右胯放松下沉，右胯放松下沉，同时将右胯向外打开，摆右脚脚尖。好，移动重心，左手顺势上捧，领膝上提，螺旋对拉开步。好，又是一个斜行，松右胯，然后下身法，斜中寓正，螺旋上提，逆缠外捧打开，顺缠还原定式。好，搂膝，放松螺旋下沉相合，当走后弧，合胯扣脚，收步，对称外捧，奥步，领膝上提，松胯螺旋，开步，当走后弧，肩肘手依次到位，坐胯摆脚，上步，右手右脚，当走后弧，螺旋开步。看到了吧？它中间多了这个动作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和咱们在左手左脚变右手上步的那一块要求差不多。来，咱4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把这里边的细节跟大家讲解。看，奥步右手推掌之后，注意看，坐胯摆脚，是不是一样的？你看，先松沉，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去掌握一个细节，右手的放松下沉不是向里去拨掌，有很多同学喜欢做成向右摆掌，然后提左膝，两手画了个非常大的圆，左脚带起来，这个动作是不需要有的。从正面去观察一下，他的这个手在捧出之后是这样子的造型，身体在转，手并没有随身体的右转而向去摆，而是身法右转的过程当中，右手在下沉，中线产生了螺旋，从视觉上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好像我在右转的同时，右手在向左去拨，实际上没有，它只是一个自然放松落掌的行为。到位了，重心左腿，同时左掌顺势上捧，移重心，让两手捧劲，随着当走后弧的移动，到位，领膝上提，通过身法的螺旋，把斜行提膝对拉开步的提腿动作做出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这一点。那大家想想，还有没有不会坐胯摆脚的同学呢？那这一节课再去把这个重点记一下。我们想要在摆前腿的过程，重心腿的时候，一定要通过当胯的上下折叠，通过当胯的上下折叠，同时来带动右脚脚尖的外捧，因为气球上下挤压两侧外鼓。那么我们你看，坐胯摆脚，把右脚摆出去，再移动重心，好，提膝开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动作，是咱们提膝摆脚的动作特点和提膝摆脚的一个技巧。那么同学们，这个时候咱们要往后衔接眼手拱拳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帮大家去问一个问题。有老师会说，总老师，你说白鹅亮翅变斜行的时候，你不让我摆右脚，那为什么前趟奥步做完右手右脚的时候，你反而要求摆右脚？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做完前趟奥步右手右脚的时候，开完步
你的落脚点是右脚脚后跟内侧着地，所以当走后弧，摆掌放松下沉相合，你的右脚脚尖此时此刻是不是在微微离合的状态下？所以我们不可能不摆右脚脚尖直接上步开斜行，你的左脚是开不到前面去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是没办法啊，还是需要摆。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我白额亮翅开步很别扭，但是到了前趟奥步接第二个斜行的时候，我就很舒服，这就是其中的原因。所以呢，大家记住一个小细节啊，即便是我们做完了第二个前趟奥步，在我们摆右脚的同时，也要切记右脚脚尖摆动的方向不要大于45度，因为大于了45度，后脚的蹬劲就会在我们做斜行的时候消失，导致我们向前跪膝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大家一定要切记。好，那么紧接着最重要的重点就来了，严守拱拳。这节课的内容呢，涉及到了我们套路外形的发力，我会教大家几个小方法去找到发力时的节节贯穿。好，首先先看动作外形。好，奥步结束，也是一样的。严守拱拳的变式和咱们变斜行的变式非常相似。动作一，坐胯摆脚。好，二，移重心，左手顺势顺缠上捧，右手顺势逆缠上捧。移动重心的时候，好，上步领膝合手，松胯对拉按掌打开。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，双逆缠外捧打开。松左胯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，双顺缠顺势相合，放松下沉，左手立掌。好，先移重心，对拉发力。好，来再看一次。好，一，右手放松下，摆右脚脚尖。好，二，移动重心，翻掌外捧。三，领膝合胯，手腕相合。四，撑掌开步。五，当走后弧，左移重心，双逆缠外捧打开。松左胯，身法微向左转。好。六，蓄力放松相合。好，发力。哎，来再看一次。动作连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来换个方向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正面看一下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背向看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这是严守拱拳的4个方向动作。那么好，来，老师们，咱们学习一下动作细节。第一点，我们在上步相合手的时候，尤其是很多老师又会问说，老师，我这个右手往不往里摆？和上一节课是一样的，不需要往里摆掌，同样是通过当胯的坐胯下沉
来让身法右转，右手自然放松，螺旋下沉，不用我们刻意的去往里摆掌。上步的方法从提膝拨掌，和咱们前面斜形、变斜形的动作是一样的。看1、2，只不过上步的时候变成从对拉开步变成了合手提膝，大家这儿可以注意一下。那合手提膝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喜欢怎么样呢？喜欢把手合在身前，然后向肚皮下方直接下按掌，这个动作是不对的。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来，从正面看一下。好，上完步以后，右腿支撑，左腿开步，两手在推捧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往这儿去走动作，往右斜前方，右斜前方就是身体中线所对应的位置，右斜前方45度，随着右胯的松沉螺旋，顺势外捧。其实双手还合于中线，但很多老师一看以为合到右膝上方了，没有。为啥？因为右胯松沉，中线螺旋带着两手微向右合，但并没有将手按到右膝上，这个大家需要注意。手按的过程当中，以掌根为力点向外推捧，同时左脚提左膝，好，开步对称外捧。好，下一动，松右胯。我们想要往左去导换重心，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啥？一定是先将右胯松沉下来，让重腿折叠螺旋向左腿上蹬转。所以延手拱拳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，但是有很多老师做不出来，都做成了光以外形，就是重心左右平移一下，将两手画力圆相合。注意看，咱们把身法上的味道做出来。什么是蓄力的松柔，什么是发力的刚猛，得要做一个对比。好，按到这儿以后，你看右胯先一松沉，当走后弧，一样是先进肩。好，松左胯，再进肘。进肘的时候，你看1、2，看到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左转双逆缠外捧。捧出来之后，注意看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让肩膀上旋。这样会导致咱们架肩，很放松自然的向两侧膨出。到位以后，重心想从左腿导换到右腿，先松左胯。松左胯的时候，身体会向后螺旋，对不对？向咱的右腿螺旋，把两手想象成一个非常轻的树叶，然后我们呢，在树叶下落的过程当中，从树叶当中穿过，气流的影响，我们的身体会把树叶向我们的背后去吸，所以两手这个时候松柔，并不是向上打了力圆，而是两手打开之后，身法的右移带动两手向身上去吸，两手是一个非常放松且自然的螺旋向内相合，而不是大家画的大力圆然后再收回来。这样子你在蓄力的时候，身体是很紧张的，所以要松一些。1、2、3，然后蓄到右腿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这种感觉练好了，那么我们的这个身法一定会特别棒。所以呢，这是第2个细节。第3个就是我们蓄好力之后的发力。现在呢，老师们，咱们要找一种情况啊，很多老师说，老师，我发不出来力，延手拱拳不管怎么练都练不好，弹抖抖不出来，也做不出来像教练那种一抖抖了跟筛糠子一样。那首先第一个，发力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抖动身体，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筋骨拔长。那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你的腰，也不是你的胯，而是你的肩膀。你想让关节通过螺旋顺势放长，最重要的细节就在于老师们的肩膀能不能松下来。你看，咱们做一个延手拱拳的，就是高身位慢动作，它是这样子，重心到左腿了，肩、肘、手，看到没有？肩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1、2，它有一个向前送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在发力的过程里面，不是追求身体的晃动，
而是追求的是肩膀能不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像一个弹弓一样。你看，弹弓皮弦拉紧了，好，螺旋贯穿，先进肩，再进肘，再走手，所以手会有一个好像放长了一样这种感觉。松紧松，这个紧不是我们握拳时候的僵硬的紧，而是一种筋膜在顺势拉长绷紧的紧，这种感觉绷紧了，然后顺势又弹回来。所以松紧松这3个过程并不是让大家去强调或者是追求手臂能否一瞬间握紧再松开，而是能否在这一瞬间把你的肩关节像一个炮弹一样射出去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环节。所以老师们没事的话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先找第一个感觉，右手推住一个门框或者是一个墙，然后将左脚放在前面，让腰身蹬右腿松左胯，蹬右腿松左胯，去找肩膀这个此时此刻的一种拉伸感。看看老师们能不能先感觉到肩膀随着身法螺旋肩想往前送的过程，能找到这个送肩的感觉，然后记住这个过程，再去发力的时候，你看手就会像一个弹簧，放在这个底座上，1、2。当然咱们现在演示的是夸张的，真到发力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连接非常紧密的动作，重心一到位，看到了吧？重心一到位它不会说像我们这样1、2，不会像这个很夸张的这个表现一样，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肩带肘出手出，这是肩关节的细节，大家一定要切记。我们很多人发力的难点其实就在于这儿。你像如果延手拱拳这个感觉找到了，那到时候青龙出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包括左右搬篮锤是不是也是这样的？当然这都做了很夸张，实际上它是一个连接很紧密的动作连接很紧密的动作。夸张一点的话就是肩先走，然后像一个拉的皮筋一样把手像炮弹一样拉出去，这是手上肩上的一个细节。那么下一步，裆胯的绷弹螺旋，这个过程呢也是很多初学者的小白对于裆胯绷弹最不理解的地方。看好右胯，我们在蹬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切记，重心到位了，它不是从重心腿开始蹬地，因为重心腿开始蹬地的时候，我们会形成一个非常想往前去走的这种感觉。你看一蹬地，往前去走的感觉，不要往前，先往后，重心到达前腿以后再去绷。这个绷的过程当中，同学们要注意之所以你胯出不来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臀瓣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形成一个应用的。绷弹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的臀部，绷哪个胯，去让自己哪边的臀瓣进行一个肌肉的收缩，这样子一瞬间的臀部肌肉收紧，就可以将我们的胯向外膨出来。所以很多老师在学习的时候自己的教练没有讲过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给你表达出来。实际上是我们的臀大肌在做功，而不是光有我们的腿在走，臀大肌连带着咱们整条腿都在进行蹬转发力，所以臀部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缩，然后抖出去，抖出去以后瞬间将臀部放松，因为你的臀部的作用就是把筋拉开，然后放松以后它自己回弹。你看快一点，就是看到了吧，明显的胯通过屁股绷出去，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别把屁股绷紧了以后收不回去，那你就僵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咱们右侧需要注意的
几大要求和特点。那么结合一下，那就是肩胯它必须得相合。你看到这儿，1、2，看到了吧？胯向前绷，肩往前走，然后绷弹的一瞬间，肩往回收，胯往回收，力量就放出去了，还能明显的感觉到肩膀有一抻一抻的感觉。我们喜欢的弹抖也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同理，